气是气，力是力，它是两个系统。气跟力是两个系统。力的系统是肌肉跟筋，是不是？气的系统呢？气的系统是肺、横膈膜，是不是？以这个为主嘛？他们根本是两家，它是两家嘛？为什么要把它搞一起呢？到你能够分得清楚了以后，才说，哎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你来配合我；他要做一件事情，我来配合你。这个是要分清楚了，才可以这样做。分不清楚，不行的。你说我们好兄弟啦，谁跟谁有什么关系吗？然后到时候一起做了，他有事就不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或者他太努力了，做的太多了，啊，既然在一起做，是两个要分清楚以后，才可以在一起做。那么懂？分不开以前不要合，不要合。你们老师以前讲那个结构和那个力量是先分开的，然后对，它也是分开的。所以这个也是什么？这也是有的人讲中华的文化跟西方一个很大的差别在这边嘛。我们先讲情嘛，我们先讲情。讲了情以后，你就分不开了，分不开了。西方是先讲什么？先讲规则，先讲法。讲法了以后是什么？我们先分清楚。然后在法的定位上面，你的责任是什么？我的责任是什么？分清楚了以后，两个再合起来。这个里面有情的，你再讲情。可是这个情也是基于法。以法为界限。如果一开始以情为基础的话，人越多越麻烦，什么事情你就分不清了，听不懂？啊，我们练拳也是一样嘛，是不是？刚才讲结构是结构嘛，结构是死东西。结构你骨架在那边做好了，它就是一个结构了嘛。力是力嘛，来源于筋跟肉嘛，是不是？气归气嘛，是不是？来源于什么？来源于呼吸，来源于肺跟横膈膜、内在肌肉啊。然后呢，血归血啊。你到后面是气去吹血，还是血去带气？这个也是你分清楚以后啊。你分清楚以后，你才能的。像刚刚我说这个，你收这个不要往上带，你一往上带，它到肺来了，你一上来气跑上来，是不是？气跑上来了，血就上来了，因为你血跟气还分不开。你能分开的时候，我的力量上来，我的血没有上来啊。我力量上来，气也没上来啊。我力量往上，我的气往下；我的气往上，我的力往下。晓得吗？就他们都分清楚了以后，你才可以合起来做一件事情。所以八卦拳练起来很麻烦，就是这样子。他要把每一个东西都分得非常清楚。听不懂？我最近在看一个加拿大吧，有一个女的是唱歌的教练啊，你不知道你们有看过没有？她在分析分析中国的很多歌手的唱歌，是不是？我学到很多东西。人家把一个声音啊，一首歌，我们平常听就是流行歌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你去听他分析，第一个是力，
它这几个音，它什么时候是用的？用的是胸腔的共振，用喉头的下方还是中还是上面，还是什么地方到了鼻腔的共振，什么地方到了头腔的共振，由这里到喉腔它是怎么转过去的？那这里到头腔它是怎么转过去？他第一个听这种力量的变化。一首歌，歌手唱一首歌，他在里面做很多事啊，还是里面的肌肉在搬运。里面的肌肉在这边开，这边开，那边闭，这边闭，这边闭，那边开，啊，第一个是这个嘛，第二才是你气息的控制，你气息的控制，你唱一个长音能不能支撑得住，能不能逐渐由强慢慢变渐弱，很漂亮的变成渐弱，还是有些人支撑不够，到一个地方嘎然停了，还是有一个人下来，他这边会飘。啊，然后，比方咬字唇部的肌肉有没有跟你的这个声音跟韵律相配合？里面讲究的东西太多了，很多东西人家不讲，我们根本听不出来有这个差别。一个转音里面就有好几个部位的共振的变化。所以人家流行歌曲啊，他研究流行歌曲，不是声乐，流行歌曲。听不懂？他研究到那个程度，教练嘛，研究到那个程度，也是分成你的身体的运用，唱歌相关部位的运用，分到这么细。那你是声乐的唱法，这个是声乐的唱法，还是现代流行的唱法，还是古典流行的唱法，还是民谣的唱法？每一个都不一样啊，我们才知道啊，看别人才知道哦，为什么会不一样，听起来不一样啊。原来是你运用的里面运用的不一样，跟我们练拳一样嘛。我们也必须要深入到我们练拳一点一点，你才可以看出来人家打这个打得好，那个打得好像不好，这个很有力量，可是感觉到不对，为什么？我们要分析得出来啊。就人家不是去听一个歌，人家去听到声音了以后，马上想到他用的是什么部位。他的身体在做什么样的控制？我们八卦拳的练习也是一样，你不要看外面的这个，你不要看外面的招式，不要看外面的这个东西，不要我们看到动作要想到它的里面是怎么动的，它里面在用什么，我们要看到这个，晓得吗？所以你看，你打一个拳，不管你打什么拳，都是用一样的力，是不是？你打这个也像这个，你打柔的打太极，什么都像这个。你练少林的打什么都像少林，你练八极的打什么都像八极。你练太极的打什么都像太极，这就是没有变化啊。听不懂？我们也是 art 哎，我们也是 art 哎 ，martial art 哎，人家翻译成 martial art 哎，我们叫做武术或者武艺。我们也是 art 哎，也是发展到这个很高很细腻的一个程度的。我们一定要去追求这个嘛，要打什么东西都是一样嘛，都是一样的力。你就是同一个门派好了，你打这套拳是这个力，打那套拳还是一样，打另外一套拳还是一样。如果都一样，你的祖师为什么要分出这么多拳来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现在不懂的人才会说：“哎呀，那个拳路都是那个祖师要教，把你勾得久一点，缴学费缴得长一点嘛。”所以他编出那么多套路来套住你。那就是不懂的人他去看嘛，那就一个人他教你唱歌嘛，啊，教一首歌再教一首歌，你如果不知道你都是用同样一个唱法的话，你就说啊，这个我唱过啦，这个你又教那个歌，你只是教我不一样的歌嘛，是不是？那你是用不同的歌，你用唱不同的歌来套住我上课，要
要我交学费，那你就没有学到他为什么唱完这首歌要你去唱那首歌。听不懂？这就是很多人练中国武术啊，他程度没有到，程度不到，所以就看不懂。看不懂就什么？我不能说我不懂啊，就说他那个东西没有那么深呐，那个东西是骗人用的啦，就这样子啊。跟这个教练教歌一样嘛，也是有人哎呀唱歌我就管好不好听嘛，我就管好不好听嘛，你讲那么多干什么？我就听起来好听嘛。那你要听好听是另外一件事嘛。那你怎么唱，人家怎么唱，不同的人唱同一首歌，表达方式都不一样，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单元是不同的歌手唱同样一首歌来做分析。我以前稍微做过这个东西，后来就没兴趣，也不太愿意做了。就是同一套拳，3代太极拳好了，同一套拳，3代的人看同一套拳有什么差别？我以前有做过这样的东西，那也不敢把话讲得太明，知道吗？可这个东西是需要做的，这个东西是需要做的。可是我们没有人家那个环境，人家是很开放的。人家是很开放的，人家很敢，他就是说我很真诚，把我看到的东西讲出来。那你可以有不一样的意见，是不是？你可以有不一样的意见。可是我讲出来，我认为这样子对，那你认为也对，你就做参考；你认为不对，我尊重你的意见，就这样子啊。那也很少碰到说我讲这个歌手有缺点，那个歌手改天就到我家来砸我的门，也很少嘛。有些歌手会有点反应的，是不是？可是也不至于嘛。国术界就不行了，国术界就不行。你有一点点说，哎，你怎么练的跟你师父不一样？那完蛋了，那天下大乱。他底下有50个弟子，这50个全部来轰你，有100个就有100个来轰你。所以我们没有那个环境。但是我们自己可以用这个来学习。你去看同一套的拳，不同的人打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但是你要自己会分析，就你这种东西你做的有体验了，你知道了以后，你知道的东西越细腻，你能够分析的就越多。你如果只知道一个标准，你无从分析起。你只有一个标准，我一个标准就是说谁的音标的高，那你只有这一个标准啊，音标的高的就是好，是不是？那你就是这个标准来看所有的歌嘛，那你没有办法分别，晓得吗？所以我们对武术的这种身体的运用跟力量的启动、力量的进行的路线。力量的转换，对这些东西了解了以后，你就可以去看别人的拳了，看不同的人练同样的拳，或者同样的人练不一样的拳。我上次给你们看一个陈家沟的那个影片，第一个人跟好像第6个人，里面有几个老先生，那个就很明显，你们就可以去看。我说以前的老先生练拳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无论是他练少林，还练太极，练八卦，练形意，都是那种样子。什么样子？什么样子？你们就要去看他表现出来什么，那个不同的人表现出来什么样子。然后后面有比较年轻的练，
练同一套拳，是不是？啊，陈家一路啊，或者小架，有跟前面老师傅练就不一样了，就不一样了。有的老师傅年纪大了，那个腿抬不起来，比方他踢腿只是做一个样子，那个都没关系。你要去看他的整个架构跟他力量的流动，它形成的那个我们讲气，还是形成的一个印象，你要去看这个，然后你要去分析，仔细看这个年轻的练同样一套路，为什么跟老师傅练的不一样？这个里面就有很大的学习了。如果没有那个老师傅的那个样子，你看那个年轻的练，也很棒啊，也很棒啊，蹲的低啊，踢的高啊，是不是？跳的远啊，很有力量啊，很精彩啊。可是你拿老先生的一对比，他少了很多东西，少了很多东西。通常这些少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，都是很难教的，都是很难教的。那这也是最重要的，晓得吗？这也是最重要的东西。然后你们有时间的话，回家去还可以把那个再翻出来看。几个老先生练的样子都差不多，第一位跟好像是第6位，相当好，你们去看看。